Hello， 各位观众朋友，我是短剧制片人 Maggie， 欢迎来到这周的短剧雷达。这周我们又挖到宝了，锦鲤萌宝闹京都，泼辣小丫鬟逆袭成宫斗王者，荒年全村啃树皮，恶婆婆靠系统带全村吃肉，还有盲侠二胡杀穿江湖的玄幻奇观。但是第一名竟然是虐童的雷剧，快紧跟这期红黑榜。首先登场的是这部让编剧都服气的，叫做《锦鲤萌宝闹京都》，它是本周新上榜的一个剧，它是女频萌宝逆袭古装的一个题材，它是一个轻喜剧。这个女孩是一个平民普通家人家的孩子，她性格特别泼辣，她就给这个县里边人看上了，就聘她去给县公子叫魏恒清做陪读丫鬟，去管教公子。大概是这么一个故事。在这个短剧的前半段是两个小朋友演的，是泼辣的小朋友版的林暖暖，给这个魏公子做丫鬟。到短剧的大概2/3，差不多这个小女孩被送到了宫中，给这个公主做陪读，讲她长大之后的事情，帮这个公主摆平了很多事情，最后跟之前陪读的魏公子在一起了。大概是这么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轻喜剧的故事。推荐的点有几个，它胜在整个故事非常的流畅，也非常的连贯，而且前后是一条主线穿下来，小时候林暖暖和长大之后的林暖暖。第二点我觉得比较重要的点就是他选角选的特别好，小演员女孩选的还不错，尤其是那个小男孩特别的灵动，我记得那个小男孩应该在很多戏里都演过。成年之后的林暖暖这个女主也是比较古灵精怪的，我觉得还是不错的。稍微差一点的这个男生的长大之后的魏公子，但是好在它是一个轻喜剧，有很多一些放得开情节，所以这个男生的长相略微没那么帅，其实是完全可以忽略的。其中名场面就比如说在儿时的时候，魏公子小朋友他骗林暖暖喝他童子尿的一个冰饮，被林暖暖反制，逼着他喝了下去，这个还蛮搞笑。他们中间有一些博弈的环节，最后是因为林暖暖给他制服了一个大野猪之后，魏公子彻底的就臣服于他，认他做大姐大那种感觉。第二个名场面就是林暖暖她长大之后，她是跑到宠妃之后一顿输出一顿怼，护她陪读这个公主，整个台词写的是特别好，妙语连珠的。那最后一个我觉得名场面比较后头了，魏公子男扮女装去给这个陈王去跳舞，那一段还蛮搞笑的，就它里面设置了很多还蛮搞笑的情节，我觉得整体看下来还是比较推荐的。这部剧我也是看完了以后，我觉得可以放到推荐里面的。这个女主长大以后保护公主那一段，后面你说的几个名场面，她去怼那个所谓的长辈，还有公主生产的时候，她拿着剑去把太医劫过来。银杏局那块也是抄的知否。我觉得比较可惜的一点就是这个表姐来到这边的时候，她应该是为了推剧情想生出来一个反派，所以她这一段戏就是表姐和这个小女孩之间争风吃醋，很生搬硬套了。她其实整个剧就是把青梅竹马欢喜冤家的故事嫁接到了小孩身上，但是他把这一段戏放到了一个比较大一点的人和一个小孩子之间，就没有考虑到现实的情况。对，这点是有点怪，他就是套路用着就用习惯了，就没有考虑到这个现实情况。他们之间的岁数差其实蛮大的，看上去。就是你刚刚说这个剧情，我补充一下，这个是在小孩子阶段出来一个反派表姐是要过继到魏家的，所以他就有点争风吃醋，不喜欢林暖暖。那如果说这个表姐年纪再小一点，你觉得也会奇怪吗？好像也奇怪，因为他设置的这个情节感觉像是我要给这个男孩当童养媳的一个情节，而不是说两个小孩子之间我跟你好你跟我好的这种争风吃醋。小孩子之间的争风吃醋，成人有成人之间的争风吃醋。对，我当时也有点感觉好像表姐是做童养媳，她就是这个意思是吧？其实不是的，男孩的外婆
他其实是想让这个女孩过继到这个男主他妈这个里，想让给女孩有个依靠。对，其实是这个意思。他应该争风吃醋的对象是这个男的，而不是这个外来的这个女的。这一段情节就很生搬硬套，因为你要争的是这个母亲的宠爱，而不是说我要去对付一个出头，你甭管地位有多高，你和我没有任何家产上面的纠葛，我不用把你放在眼里。对，他从所谓设置反派，他的目的不对，因为他是过继过来的，所以他要保住在家里地位。他巴结的人巴结错了，他要对付的人也对付错了。对，他只是为了设置一个反派而设置一个反派。是的。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这个女孩身上设定了很多大女主的标签。除了最后说我要去上战场打仗这一点有点让我发笑了以外，其实都还挺好的。你说这种讲男女之间的青梅竹马，人家这不就是讲的挺好的吗？你放到萌娃身上也可以，你放到长大以后这样的也可以。像之前我们看的一些片子，把成人的故事嫁接到小孩身上，你怎么想你都怎么恶心。对。是的，等会儿就涉及到我今天要吐槽的一部剧了。下一部我推荐的剧叫做《荒年全村啃树皮，我有系统满仓肉》，这个也是本周新上榜的一部女频逆袭穿越系统的一个剧。它是穿越完之后，女主是创业公司的老板，咔一下穿越成了灾荒年老公死了的一个恶婆婆。她有自带系统，她可以通过系统去兑换钱。她穿越成恶婆之后，她先开始拉拢小儿子们的关系，改善婆媳关系，再跟娘家断了亲，带着村里人去挖藕，算是把这个肚子填饱了，又去对付邻村的人，因为邻村的人想抢他们的吃的。之后呢，又遇到自己家庭内部事情，比如说他的大儿子有恋爱脑了，但是又碰到绿菜给挡回来了，之后又给村里找到水源之类的这些东西。那整体就是一个有点生活流这么样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个剧的亮点在于，我觉得系统在海外可能特别少见。我觉得这种短剧有点像就是剧情片加上游戏的感觉。你在游戏机系统里去兑换金币去换东西，其实这种设定在海外是比较新奇的。如果有一些海外的编剧可以尝试一下写这种类型的东西，还挺有意思的。第二个就是这部剧里结合了很多中国人的一种家庭和邻里的关系，各种各样的关系全部搅合到了一个剧里边。第三点就是这个剧它是反映了一种国人的比较朴素的价值观，互帮互助，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的。第四点，因为它是荒年，那这个其实在老一辈的记忆里应该是非常有共鸣的，即使是在年轻人的眼中，其实去读史书也好，很多人都有饿过肚子、灾荒年那种很悲惨的这种经历，大家是对这种故事是有一定的共鸣的。好的，这部剧我也是蛮推荐的。我看完的感觉，唯一的遗憾就是这个女主她和她的这4个儿子之间，除了那个小儿子以外，她没有在视觉上进行一个年龄上面的差距出来。相反，我感觉她大儿子可能比这个妈年纪都大。对，有这种感觉。大儿子选的有点老，这个演员选的相对年轻一点，但我也能理解为什么选相对年轻一点的演员。对，就是、能理解。对，那就把大儿子其实应该找小一点的，当时可能 casting 的时候没选好吧。对，所以我说这是算比较遗憾一点的。这个剧和我们之前推的带领全村吃肉的那个剧是同一种种田题材，我觉得这个应该属于的进阶版。你看种田文他也可以不用去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宫廷阴谋这些事情，简简单单的家长里短，也没有那么恶心的撕逼，那么恶心的词境，他也一样可以去做出来一个非常爆的爆款。这个戏它也是很爆的。确实，可能大家也看腻了这种狗血的东西了。我这边要推荐的第3部剧叫做《玄幻开局卖唱从拉二胡开始》，这是一部男频剧，排名是第42名，男频逆袭穿越古装系统的一个剧。开始有系统是一个盲人英雄的这么一个设定，整体感觉他打斗设计很不错，男主很有那种行走江湖的感觉，服化道是相对比较精致的，
视觉特效也还可以，有很多所谓的打斗的视觉奇观，比如说他拉二胡的时候会发一些招数，像气功一样，噌一下有那个气出来。这部剧即使作为一部海外的译制剧，比如说它翻译成了其他语言，我觉得观感也是很不错的。它整个故事也比较顺，跟游戏一样，就一个一个打怪，打什么雪狼帮啦、暗卫、邪神、南国公之类的，就打了一溜下来，小 boss 一个一个进阶。我觉得第三点它比较好的点是它的事件的推进速度也比较快，大概一开始从小 boss 开始，它3集就能解决一个小 boss， 后面 boss 越来越大，可能比如说6集解决一个之后，再到10集解决一个，大概是这样。而且它解决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它去跟人交锋的方式也不一样，除了打斗之外，还有通过一些以德服人的方式。那我还想说的一点，因为它的这个二胡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具，而在剧本中这个二胡被用到了极致，比如说它是一个武器，它可以发什么音波功，可以破这个幻境，而且它中间还设计一些情节，男主去拉一些二胡，去传递一些情绪给南国公，听到了二胡的音乐之后觉得若有所思，大概是这种。他的二胡的处理还是不错的。最后一点，我觉得整体的他的台词写的都非常不错，其实你拉开，我觉得台词功底还是很不错的。你要补充啥吗？这个剧真的蛮好的，我也觉得。下面我觉得有趣的第一部剧是第2名，叫做《狂蟒来袭》。蟒蛇这个东西其实是网大的一个产品，专门提出来点是因为我看到了网大的元素被放在了短剧中，但是其实还是一个重生打脸渣男的这一个题材，只是现在跟网大有一点点结合了。我觉得有趣的剧叫做《寒门小状元》。我为什么提出来？它这个剧它是通过读书逆袭，但是为什么这部剧它相较于《萌宝闹京都》和相较于《满仓肉》都是差了一些呢？我就交叉对比了一下，我觉得相对于闹京都来说，因为闹京都它是有一个人设的反差的，她是一个泼辣的女孩，对一个这种纨绔的一个公子哥，他人设上是有反差的，他能做出这种轻喜剧的感觉。但是像寒门这部剧，他一开始就跟公子哥称兄道弟了，所以他人设没有反差，他很难做出喜剧感。第二个，寒门小状元相对于满仓肉来说，它有什么区别？满仓肉它存在一个穿越之后的人设反差，她原来是一个恶婆婆，她现在要扭转所有人对她的人设的看法。但是寒门小状元这部剧，他小男主一开始就是这样，他只是不停的在升级打怪，所以他不存在天然的一个外部阻力，所以我觉得人设上也是缺憾一点。所以这部剧既不存在一种轻喜剧的放松感，它也不存在一种像满仓肉的一种反差感和逆袭的爽感，总觉得差那么一点。就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这部剧看完，我觉得这部剧服化道很粗糙，所有的演员你看他那个头套，你都能看得到胶水沾的痕迹的，在女频里边是很大的一个忌讳，但好在它是个男频。下面我要吐槽的第一部剧叫做《那年阳光正好》，它是本周排名第1的一部剧。你就说这些人都有多变态虐童。对，提醒海外注意的点就是这部剧里有大量的大概10岁左右的小孩在大雨里下跪大哭磕头，就是整个人扑在地上那种磕头卖惨的博观众同情的这种演绎剧情的方式。我们之前吐槽那种虐心剧，如果是成年人演，我至多就是直接写一个避雷，我懒得吐槽。但是我觉得这种情节放在小孩子身上，我只能说从编剧到制作方都是不要脸。骂完了。我要吐槽的第2部剧叫做《正义必胜》，这也是本周的新上榜的一个剧。因为一开始我看的头流素材，我以为是一部反映家暴伸张正义的剧，结果大概是第4、5集的时候发现不对，其实是一个讲忘恩负义的剧。这个律师帮的人最后反咬他一口，我本来还以为有个创新的点，结果变成我的吐槽剧。这部剧它前面的核心有点像我真是药神，这个女主她是个律师，她是很知道这个法律上面的一些东西的，即使是怎么着她也不会说把自己打进去的。对，我这个觉得很奇怪，乱七八糟的。所以我跟你说她是属于抄药神没抄明白，抄
壳他套错了，说白了改也没改明白。现在是红国榜，我能推荐的第一部剧，这部剧叫做《亡国倒计时：小公主新生拯救皇帝》，这个是本周新上榜的一部。它是一个偷听新生加上萌宝的这么一个古装的剧。你要说有什么创新点，它其实不算多，但是它有一个反差感，它是做了一个皇帝大叔爸爸跟一个小萝莉的这么一个反差感。另外就是人设上，从一个暴君和一个小可爱的这么一个反差萌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整体还是不错，它的剧本结构很不错，小演员演的也特别的好，那个小朋友特别的可爱，所以这个放在我的推荐榜单上。我觉得这部剧是可以看的，可能我最近看偷听新生这一类有点太多了，整体的故事流向看到了开头就知道了结局，对我来讲没有什么新鲜感了，所以我就没有把它放推荐里边，但它确实是能看的，制作也比较优质。对，这个东西其实放海外还是挺好看的，因为海外没有这么多的这种中国剧去看，不会像我们一下就大水漫灌一大堆偷听新生，就这种感觉。我推荐的第二部叫做《我在深宫浑水摸鱼》，这个是一个轻喜剧，就等于她是一个女性的大厨，穿越到冷宫的一个带单亲娃的冷宫的女子。它是混合了美食加上穿越加上很多现代元素，遇到了皇帝这种，所以整体我觉得它是算还行到推荐中间，因为它稍微带一点这种现代元素，比较喜剧一点，所以我看起来觉得还不错，所以我就放在了推荐之列，大概是这样。这部剧制作也挺好的，但是它美食可能我是看了你这个标签，我就现在看，我说那我要看一下它这个美食怎么做的，但是发现也就那样，是服务于他和皇帝相识的这么一个契机，两人互相了解的一个工具。对，但是我觉得如果要再做好一点，其实可以把这个再放大一点，有点像李安之前那个叫什么来着？你说的该不会是《饮食男女》吧？对，好像很难拍。我觉得本周新上榜的还行的剧叫做《君主10岁》，我把纨绔爹养成皇帝啦。还有一个就是偷听小公主新生的皇上百战百胜，进士清新，绝世萌宝天才娘星帅炸了，被赶出家门从捞鱼开始致富，刚抄家又漠视我囤货一点点，破镜不重圆，公主不合理只休夫，摄政王想立夫纲，可是依妃太狂，魂穿80做极品老太婆。我觉得这部剧比较有亮点的就是终于能看到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女主了，她是穿越到80年代逆天改命，整体还不错，爽感也在。另外她的亮点在于她的主角是一个59岁的阿姨，比较少见。这部剧我看完以后的感觉就是这个老太太还挺有生命力的。红国我感觉我很难看到特别爆雷的，对，特别爆雷的或者是特别推荐的，这一周都没有，比较平一点。好啦，本期盘点就到这里了。这波红黑榜你最想追哪部呢？是萌宝暴打纨绔公子，还是恶婆婆系统逆袭，或者盲侠二胡杀穿江湖？评论区喊出你的 pick。关注 Maggie 不迷路，下周带你避雷烂剧，挖宝神作，吐槽名场面。